旦5年商业合作合约到期未续签的消息悄然流出时，舆论瞬间被点燃。有人惊讶，有人惋惜，更有人迫不及待地开始冷嘲热讽，仿佛这份合约的结束就是他事业滑坡的直接证明。然而，事实真的如此简单吗？在娱乐圈这个光影交错、信息爆炸的世界里，任何一则消息都可能被无限放大，甚至被刻意扭曲。尤其是当主角是像肖战这样拥有巨大流量与影响力的艺人时，一点点变化都可能成为舆论风暴的导火索。这份5年合约既是合作关系的体现，也是一段阶段性成长的见证。但结束从来不等同于失败。真正值得深思的是，为什么有人会如此急切地将未续约与事业下滑画上等号？是对行业规律的误解，还是带有情绪的主观判断？亦或是某种潜藏已久的偏见在作祟？在商业世界里，合作到期未续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。品牌策略调整、艺人发展方向变化、资源重新整合，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成为决定续约与否的关键。而将这种常规操作解读为被抛弃，无疑是一种过度解读。更何况，肖战这些年来的成长轨迹，从来都不是依赖单一合作关系支撑的。他的每一步都是在不断突破边界，拓展可能。或许，这次未续约正是一次主动选择，是他迈向更高阶段的转折点。随着消息扩散，一部分声音开始变得刺耳，资源没了吧？广告掉光了？流量艺人终究撑不久？这些话语看似轻描淡写，实则充满攻击性。但如果冷静分析，这些言论更多反映的并不是肖战的真实状况，而是某些人对成功的狭隘理解。在他们眼中，艺人的价值被简单的等同于代言数量、曝光频率，一旦某一项指标发生变化，就被视为走下坡路。这种思维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短视逻辑。娱乐圈从来不是一条直线，而是充满波动与周期的曲线。真正能够走得长远的艺人，往往懂得在适当的时机调整节奏，而不是盲目追求表面的繁荣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些嘲讽往往带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，仿佛只要看到别人有一点风吹草动，就可以借机发泄内心的不满或嫉妒。然而，这种情绪的背后，其实是一种不安全感，对他人成功的焦虑，对自身位置的不确定。而肖战的特别之处在于，他从来没有主动参与这种情绪的对抗，他没有公开反驳，也没有情绪化回应，而是选择用行动说话。这种沉默反而让那些嘈杂的声音显得更加苍白。如果把视角从情绪拉回到行业本身，就会发现未续约其实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商业现象。尤其是在艺人与品牌合作中，周期性调整几乎是常态。5年的时间，对于任何合作关系来说，都已经足够长。品牌需要更新形象，艺人需要拓展边界，双方在达到一个阶段性高点后，自然会面临新的选择。这并不是谁抛弃谁，而是双向选择的结果。对于肖战来说，这5年不仅是商业价值的提升，更是个人品牌的不断塑造。从初期的尝试到逐渐形成稳定的公众形象，他已经完成了从流量到实力加影响力的转变。而当一个艺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时，过往的合作模式未必还能完全匹配未来的规划。此时，选择不续约，反而是一种理性决策，是为更长远的发展腾出空间。换句话说，这并不是失去，而是腾挪；不是结束，而是重启。在舆论最喧嚣的时候，肖战依旧保持一贯的低调与克制。他没有发布长文解释，也没有通过团队进行反击。这样的选择，在当下的娱乐环境中显得尤为难得。因为很多时候，回应并不能平息争议，反而会让话题持续发酵。而沉默，则是一种更高维度的处理方式，让时间与事实去证明一切。这种处理方式其实需要极强的心理素质，因为面对误解与攻击，最本能的反应往往是辩解或反击。但肖战选择了另一条路，专注于自己的节奏，不被外界干扰。
而正是这种稳定与专注，让他的职业路径显得更加清晰。他并没有因为外界声音而改变方向，也没有急于用短期成绩去打脸质疑者，而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。这种慢，恰恰是一种真正的快。当讨论一个艺人的价值时，很多人习惯用数据来衡量，多少代言，多少曝光，多少热搜。但这些指标真的能够代表全部吗？事实上，真正决定一个艺人能否长久发展的是不可替代性，也就是当市场变化时，他是否依然具有独特的位置与影响力。肖战的优势恰恰在于此，他不仅拥有稳定的粉丝基础，更在作品与公众形象上持续积累。这种积累不会因为一两份合约的结束而消失，反而会随着时间不断放大。换句话说，代言可以更替，合作可以结束，但真正的影响力是很难被取代的。回到最初的问题，这次未续约究竟意味着什么？或许它意味着一个阶段的结束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它标志着另一个阶段的开始。对于肖战来说，这不仅是一次商业关系的调整，更是一次自我定位的升级。未来的他可能会选择更高质量的合作，更注重内容与作品的深度，也可能会拓展更多领域，打破既有标签。而这些变化都需要空间与时间去实现。那些急于下结论的人，或许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：真正的强者从来不会因为一时的变化而动摇。当肖战失去合作资源的声音此起彼伏时，真正敏锐的观察者却看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轨迹，那是一种在逆风中完成的自我重塑。很多人误以为艺人的发展必须始终维持在高曝光、高频率的状态，一旦节奏放缓，就意味着退步。但事实上，真正成熟的艺人往往会在某些阶段主动降低外部曝光，将重心转向内部打磨。这种看似沉寂的阶段，恰恰是质变发生的关键时期。肖战正处在这样的转折点，他没有被外界的质疑牵着走，也没有急于用更多代言来证明自己仍然有价值，而是选择了一条更难但更长远的道路，优化作品结构，提升角色厚度，强化个人品牌的深层表达。这种选择其实意味着一种升级思维的觉醒，从数量竞争转向质量竞争，从流量驱动转向价值驱动。而这正是许多艺人难以跨越的一道门槛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并没有刻意制造话题，也没有通过争议来维持热度，而是让作品与时间成为唯一的发声渠道。这种克制，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显得尤为稀缺，也因此更具力量。或许，当人们还在争论它是否下滑时，它早已在另一个维度完成了跃迁。娱乐圈最不缺的是短暂的喧嚣，但最稀缺的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答案。围绕肖战的这场未续约风波，从爆发到扩散，再到逐渐冷却，其实本身就呈现出一个典型的舆论周期：情绪先行，解读过度，再到理性回归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最值得关注的不是那些一时的声音，而是时间最终留下了什么。肖战始终没有正面回应那些质疑，也没有试图通过解释来改变舆论方向。他选择相信一件事，真正有说服力的，从来不是语言，而是结果。这种选择看似被动，实则是一种更高级的主动。因为一旦陷入解释反驳再解释的循环，就很容易被外界节奏牵制，甚至失去自我判断。而将一切交给时间，则意味着对自身路径的绝对自信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人们会逐渐发现，那些曾经被解读为危机的节点，反而成为他转型与升级的重要契机。而那些嘲讽与质疑，也会在事实面前失去支撑，变得不再重要。最终留下的，不是争议本身，而是一个更清晰、更成熟的艺人形象。这或许就是时间最公平的地方，它不会偏袒任何情绪，但一定会奖励真正坚持方向的人。